欢迎来到道次第第12堂。我们已经一直在谈论慈悲心有5个步骤去获得这样的菩萨愿景菩提心，而我们达成第5步，也就是慈悲。因此我们要停在这里来看看慈悲是如何像螺旋桨的中心7步的所有其他步骤，它们围绕着慈悲心。某个角度来说，慈悲心是美丽的爱的根源。和认得人们曾经是我们的母亲的根源，想想他们做了什么，想想去回报他们。以某种角度，慈悲心是这7个步骤的核心，在阿底峡的系统中达到菩提心。所以我们将继续这个主题。因此在这里一开始我们会用一个引文来自月称菩萨，所以帕本卡仁波切他将引用来自月称菩萨的一段引文。我们已经着手一部很伟大宗喀巴大师的论释，在月称菩萨这本书上叫做入中论。宗喀巴大师的著作叫做意思是厘清或解释月称菩萨的真实想法。所以为了进入这个主题，让我们谈谈关于宗喀巴大师有过一个特别的愿景。这里有一张他的照片。我写了一部很长的宗喀巴大师的历史，他花了我好多年，而这个特别的场景是1397。你可以看到宗喀巴大师坐着，身着黄袍。他有一个愿景，我想如果我的日期是对的，他是1397年的秋天。宗喀巴进入这个很棒的愿景，他以空性看见所有历史上伟大的老师们，主要的老师们。你可以在这里看到龙树菩萨在上，然后有释迦牟尼佛，他写了龙树菩萨的注释。然后我们可能有轻便论师，他抱怨释迦牟尼佛的论释。再来是月称菩萨，他抱怨轻便论师，抱怨释迦牟尼的论释。无论如何，在这个愿景里，你将拥有所有空性传承的伟大老师。有一个传统说，这是当宗喀巴大师直见空性的时刻。人们常问我，宗喀巴大师是位证者吗？还有唯一提到的问题是，在这个场景中，在对他这部分生活的评论中，伴随他生命的这一刻，显然他看见释迦牟尼佛写在天边或什么的，然后他们说在那期间他只见空性，所以那是一个传统。所以我想，因为帕本卡仁波切将解释慈悲心的作用来自月称菩萨伟大的书入中论，我们为什么不去看宗喀巴大师对这段经文的注释？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论释大约7年了，它非常的酷，所以我们开始吧。庄严的月称菩萨，当他开始写他的伟大的经典入中论，顺便一提，中道在那里不是指哲学的中道，它一直是龙树菩萨的根本，本文叫做智慧。所以月称菩萨说，在他最伟大著作的开始，有史以来最伟大关于空性的书之一。月称菩萨，月称大师，没有礼敬于空性，他没有礼敬智慧，并且他没有礼敬菩提心，他礼敬慈悲心。
而他说有一个理由，而且他是如此美妙地融入道次第。道次第的家伙偷了那首记给道次第，所以月圣菩萨说，你想要理解空性吗？那么得到慈悲心。然后每个人像这样，为什么？我想应该在奢摩他或毗婆那神的冥想上不获得慈悲心吧。我们今天将探讨原因和方式，那是我们的目标。意思是因为爱和爱本身的种子在第二行，献给诸佛的那些甘美丰饶的作物，它像是为了种下开悟的作物的种子，但它也像是你浇灌的水。所以我们昨天，我确定你们记得开始、结束和过程。所以月圣菩萨说，你看，为什么慈悲心是七部的中心？为什么宗喀巴大师将慈悲作为慈悲心7个步骤的中心？为什么他把它作为中心主题，或是这整个机器的核心？他说，有3个原因。在一开始，你需要慈悲心；在中间，你需要慈悲心；而到最后，你需要慈悲心。而在他空性的著名开篇中，月称菩萨说，它像是种子，像是水；它像是果实，它像是种子；它像是水，它像是果实。你种下的果树的种子，像是它长成果实之前，你浇在树上的水，然后它像是你享受的水果。当树长大并产生水果，所以慈悲心有一个地方，在这个过程像是种子，在过程中像是每天灌溉你的花园，然后在过程的最后像是吃从你的花园长大的水果。因此月圣菩萨说，那为什么我不礼敬智慧，我不礼敬空性？在我的著作的开始，我礼敬慈悲心，因为它是种子，它是水，并且它是果实。意思是以后你吃它会很享受的。这就像是果实的熟度，是因为我将要礼敬慈悲心。好，现在我想应该会很好玩，因为这个道次第进行得很快，所以我们增加更多内容。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宗喀巴大师对月称菩萨这首偈颂是怎么说的。让我们看看宗喀巴大师的解释。再一次我增加这一部分，这是宗喀巴大师的善意善显密意书，让我们一起读。因为这个道次第进行得太快，我们要在15-20年内完成。看月称菩萨、月称大师这本书，有2个重要的精神目标，它们是什么？我们想要达到菩萨的愿景，我们想要得到开悟的愿望，并且我们想要不可分割的智慧。没有2件事的智慧，没有2件事的智慧，人们会称之为非二元性或一些类似的东西。我对这些字感到有些不舒服。人们想他的意思，当你看见空性，没有我也没有空性，没有二元性，我陷入空性之中，没有感知者，没有感知，因此人们说，那是非二元性。
那不是非二元性。二元性意味着差异。差异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在这个人的行为方式和他真正的方式之间有所区别。有一个差异，他说他是一位道次第的老师，但他从来不冥想，那是不一致的，那是不符合的。所以差异的意思是，它看起来像是一种样子，事实上却不是，而那是二元的佛法上的意思。它意味着不一致，那意味着它们不吻合。事物的方法和事物看起来不吻合。他看起来像是老公在厨房不高兴，因为他在工作中度过艰难的一天，但真正的原因是昨晚对孩子吼叫，所以事情凑不起来。这其中有差异，在我看的方式和他本身之间。当你抓到差异，当你明白他今天的工作有多难，与他的心情无关。他的心情来自于上周你如何对待孩子，然后你将自己从这种二元性中解放出来，就是如此。他看起来的样子和他真实的样子是不吻合的，这叫做非二元性。当你理解它，我们称它非二元的智慧。他没看见两个不同的事物，他看一件事，我对我的孩子吼叫，不是看见先生不开心，像是这样的事。虽然当我老公肚子饿时还是会不高兴，是吧？至少这位老公会，所以别忘了，当我说非二元性时，这意味着他看起来的样子和他真正现在是会吻合的。非二元性，现在他们要吻合了，因为我上周吼了孩子，所以他不开心，现在他吻合了。所以他说，这里两个伟大的精神目标是菩提心，带着成佛的愿望去帮助众生，在这个星球之间跳舞，和这个智慧不再分开。现在这个智慧看见事实上发生什么事，然后他说一件有趣的事，这是月称菩萨。在西藏，这是所有空性著作的根源，月称菩萨。他说，那两个根源是慈悲心。他们像是什么？好，我理解菩提心，我理解慈悲心。可是菩提心的根我理解，那有道理。你需要有慈悲心，7个步骤的第5步，达到菩萨的愿景。为何慈悲心帮你理解厨房里的老公？那部分我不懂，但月称菩萨很坚持。在我关于空性著作的开场引言，我不会谈空性，我讲空性的因，因为那是更重要的。因是什么？慈悲心。为什么？好吧，身为阿罗汉不能见证空性吗？这很令人困惑，是吧？好，我们将在这堂课做探讨，而我不会告诉你们答案。我想要你们去想一想，我想要你们去理解，那是你接下来10年的作业。月称菩萨拒绝礼敬智慧，他拒绝礼敬见证空性。他说不，慈悲心是见证空性的因。所以让我们礼敬慈悲心，顺便一提，它也是菩萨的因。再顺带一提，它更进一步，慈悲升起菩提心和见证空性，他们创造阿罗汉和佛陀们。所以他就这样说了，慈悲创造空性的理解和菩提心，因此两者创造佛陀和阿罗汉像这样，它像这样流动。现在我要为你阅读宗喀巴大师，而你将理解为什么他礼敬慈悲心，和说他创造智慧，这令人困惑。
月称菩萨想说，菩提心和只见空性和慈悲心，慈悲心是最重要的，那是根源。意思像是我们有他在，三主要道主要是慈悲心，这是为什么他写这个偈颂。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棵树的图片，上面有一大堆根部，而我试着找一个东西，它就像是一个根导致两个根成为一棵树。树是佛性和涅槃，两个根源是见证空性和菩提心，和这些根源是慈悲心，很棒。所以我试着找一个这张照片，祝你好运，这是我找到最接近的。现在我们要回到文本，因此宗喀巴大师引用这个偈颂，现在我们要略过。你可以想想，诸佛像是作物，你可以想佛陀就像是水果树。帕奇，你在哥斯达黎加主要种什么树？有水果树吗？咖啡树吗？没有，一切的混合。以咖啡树为例吧，我现在对咖啡树有感，咖啡树或咖啡树丛，真的吗？所以佛性是咖啡树丛，我猜不太适合它，更像是作物。那我们以玉米来说，谈到树，首先你需要一粒种子，因此你需要慈悲心，在中间，在这之间，慈悲心是重要的，因为它像是你浇在种子上的水，在最后，在水果树长大之后，人们可以永远吃那些芒果，成佛。月称菩萨说，我礼敬我著作的开场白，不是见证空性，也不是菩提心，但这两者的因是慈悲心，因为这是那本书的开篇。在藏文中所有空性著作的母书。让我们到下一行，下一段。下一段的重点是月称菩萨说，爱和只有爱是主要的根源。他的意思是的，我将爱比作果树生长的3个阶段，我将爱比作果树生长的3个阶段。但请记住，我说的是同样的爱，种子是爱，水是爱，树上的果实是爱，3个都是爱。抱歉，慈悲心。我将开始下一段。你这里有一张照片，一棵树和一些水果，或是一些树上的花朵的图片。几天前我在我家照了这张照片。我种了1棵桃树，我种了2棵桃树在黑洞，我指的是桃树咖啡馆。然后因为多1棵，我把它带回家，我把它种在那里，它长得非常好，这是第1年。
通常第一年你不会得到果实，但它会开花。第一年整棵树都会开花，所以它是一个小小婴儿树。但这些花朵，所以你看这些图片时，你可以想象花像是树上的果实，树是，然后是我整个冬天都在浇树上的水，然后从我们的树有桃子和果的种子。好，我们现在开始，这是开头的段落。开始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有一颗种子。如果你想要照顾所有受苦的众生，像是你的妈妈，眼睛瞎了、疯了，快要从悬崖掉下来，我要让所有这些众生离开轮回，我会让他们开悟。这不正是菩提心的本质吗？所以这很简单，你必须想要让人们远离痛苦。如果你想要成佛去帮助众生，首先你必须想让他们离开麻烦，然后你会有菩提心。所以首先你要有慈悲心，然后你有菩提心。而我会说，首先你必须要感觉他们的痛苦。在你想要他们远离痛苦之前，首先你必须感觉，一开始你必须先感受对方的感受，在你想要拯救他们之前。所以菩提心像是你想要拯救他们，但首先你必须体会他们的感受，否则你不会想去拯救他们。你试着帮助你妈妈之前，你必须想象发疯、眼睛瞎了，在断崖边的感觉。在帮助妈妈之前，你必须想象她的感受。当你妈妈的感受如何？好的，当我们在等待。我不知道你们，宝琳娜、帕奇和 Christina， 我在等着看她如何将她与见证空性连接起来。我们可以理解菩提心的部分，让我们继续。好吧，如果我真的想帮助我妈妈，我必须有能力帮助我妈妈。为此，我要成佛。因此，我必须成佛。好呢，很清楚了。所以，不要忘记，有时候菩提心称为两个焦点的意识状态，它们是什么？我们专注在他们和我想要成佛，所以它称为两个焦点的意识状态。而有时候菩提心称为两个焦点。现在至于成佛这部分，好，我想要帮助每一个人，所以我必须成佛。下一段，我找到这张图，我不知道，这有点推动它。在 DCI 我们称它，你叫那什么？逆向工程。我曾经因为珠宝展去瑞士，而那里有10000人展示珠宝，不可思议。在瑞士的巴塞尔，每一年人们去那里买珠宝，但厂商会去那里买其他公司的珠宝和偷它。所以你看，你去贸易展，观众聚集在一种新产品前，你去买一个，甚至他帮助你竞争，你买一个，即使它是10000元，你买一个，然后你带回家，你把它拆开，你明白他们是如何制作的，这叫逆向工程。它在一切事物上非常普遍。
每一种产品，你去买新的印表机，然后拆开，就会明白如何复制它。所以总之，那叫做逆向工程。所以我要说的是，让我们用开悟开始，让我们由后往前推到菩提心和空性的感知，然后我们再往前谈到慈悲心。好的。你不能。现在这里是第一个空性，$100谁能告诉我？你准备好了吗？还有钱不会给在家上课的每一个人，只给现场的人$100。这句宗喀巴大师解释我们的问题并不明显。看，你做了一个承诺，对吧？什么？我将为所有的我的母亲开悟。那么为此你不得不练习6度波罗蜜，因此空性。来吧，$100，来吧，随便说点什么。我再说一次，这就是他所说的，去实现菩提心的心愿，你必须成佛。为了成佛，你不得不遵循6波罗蜜，这是为什么我说空性是根源。与6波罗蜜有关。好，给$50。据说6波罗蜜是结果，抱歉，前5波罗蜜是第6波罗蜜的结果。练习给予，例如，如果你带着空性去做，才会圆满。耶！所以那是$20的问题。好，$20回答。那不是很酷吗？因此他说，谜团解开了。什么谜团？据说慈悲心是见证空性的根源，对吧？为什么？慈悲心想要成佛。好，那因为是慈悲心促使你练习6波罗蜜。好，但一个波罗蜜不会圆满，除非你带着空性的觉知进行。因为慈悲心造成空性的觉知，因为慈悲心导致练习空性的意图，所以你才会成佛，懂了吗？耶！好，谜团已经解开了，我们可以跳过剩下的句子，让我们来到这里的最后一行。这里的最后的寄送，它将回到正者龙树宝曼论，我不知道。我们要回到正者龙树的宝曼论，而这里是我们课程中最后的寄送。正者龙树正谈论相同的想法，在他宝曼论里，当他说你们如果有脑袋的话，这是龙树菩萨最后一行，如果你有脑袋的话，你应该学习大乘，你应该直接修菩萨道。那是什么？哦，它包含慈悲心和智慧，它包含慈悲心和智慧。大乘只是智慧与慈悲的结合，就这样。如果你以为那是个愚笨的想法，你脑筋应该有洞。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个愚笨的想法，以慈悲心结合智慧，
证得佛果和菩提心，那恐怕你根本就无脑。好了，那我们结束这堂课，你们做得很好，技术方面和声控方面做得很好，谢谢你。我们下一堂课见，耶、